韩立，是你对吗？你弄疼我了，可以把这东西放下吗？抱歉。居然真的是你！你说你这个人从严家堡逃出来之后，也不知道报个平安，不知道我和师傅都很担心你吗？方才对我得罪，请见谅。还真是客气呢。之前听说你被掳走了，看样子你是加入了合欢宗。合欢宗的云鹿老祖是我爹，我师傅他其实是我娘。娘曾与他有过一段缘分，但那时的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。等娘知道真相的时候，已经深陷其中，还有了我。所以王传第一次见你，就对你紧追不舍。你身上的媚术，也是那人的传承吧？嗯。云鹿老祖将我收为他的亲传弟子，还强行抹去了我身上黄风谷的功法传承。不过自从改修他的功法之后，我确实精进很快。如果一个元婴前辈能够不计成本的培养你，这件事情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很难拒绝的，你懂吗？但你和他们并不一样，也不会真正成为他们的一份子。可我听说，等我功法大成之后，连心性也会大变，到时的我，可能连你的样子也不记得。修仙者的生命比凡人更漫长。以后呢，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人，也会忘掉很多人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要记住自己是谁。好。在下韩立，不知姑娘怎么称呼？我是董轩儿，那以后我们就算认识了。韩师弟，你也在这儿呢。师父，父亲，对不起，我想，我还是忘不掉这个人。韩师兄，你就把我放在这儿吧。好啦，你走吧。父亲那边我自有说法，还能给你和那位前辈拖延一点时间。你可千万别被王禅给抓住了，也不知道在燕家堡的时候你对他做了什么，让他这样对你念念不忘的。董师妹，珍重。珍重。韩师兄，再见了。娘，李师叔，还有黄风谷的大家，你们放心吧，我董轩儿一定会走出自己的路，不会再被任何人左右。再见。西行100里，应该就是这个地方。
少主，这灶堂的火灭了有一阵了，想必他们已经跑远了。可恶啊！想不到隐月宗那个人恢复得如此之快。今时今刻，竟有闲情逸致在此吃食，欺人太甚！太过分了。还有那天在我眼皮子底下犯事的那个黑衣人，我总觉得是在哪儿见过他，查一查，看看他什么来头。少主，从他的功法来看，看不出有什么根据，啊，是吧？就好像他什么都会一点。但是你说为什么轩二小姐要帮他们呢？是不是他和他们俩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偃月宗，黄风谷。难道是韩立？我知道了，果然是他，就是那个该死的韩立！少主，你说那个韩立，你说他不是已经逃远了吗？你说他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早就应该想到，他在燕家堡跟这个小贱人关系就不一般，想不到偃月宗的人也来沾边儿。这么久不见，他怎么还是这么狡猾？藏的都是阴招！少主英明。少主，你想啊，此次他一定是孤身前来，那还不是瓮中捉鳖？恭喜少主终于得逞了，不是，终于得偿所愿了。今日让他在我眼皮子底下逃走了，你还有心思笑我？不是。吩咐下去，方圆500里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带到我面前。此人已成我心魔，必须将他亲手炮制一番，不然我念头不通的。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会回到事发之地。不过，现在是练气期，还要尽快修复阵法，免得再生出什么变故。速战速决，开始吧。
怎么没反应？难道是充能不够？能量被吸光了。看来你也是个贪吃的。算了，先应个急。少主，方圆500里都找遍了，只剩下这矿场了。少主，我认识他，他在那儿。好厉害！少主，本一身犯险，如果俺猜的没错的话，那掌握不好是古传送阵。那确实。恭喜少主，贺喜少主！那古传送阵是各个门派求之不得的好宝贝，你要是能把它献给门主，你有立功了。想不到此人竟成了我的福报。二老，去将此人拿下，切勿伤及传送阵。中。取魂。这下，咱们真的要走了。又是他！取魂，布阵。有主点，再上传承阵，那确实结丹击修士。取魂，以反阵充能。怎么这么慢？少主，他还有阵法。这个阵法竟可以挡下结丹修士的攻击。愣着做什么？破阵啊！关键时刻，不留后手，全部用上。阵法，傀儡，想不到他这么多花样。此人不死，必成大患。不要留手了，速速破阵！取魂，充能了！为什么停了？没有灵石了吧？没灵石了吧？灵石。终于动起来了。
阵抽不出了。韩离，我要杀了你！哎，少主，传送阵可不能炸伤啊！闭嘴！去死吧！传送！你要急，去！金元剑诀。这笔账还没跟你们算完，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。大都公啊，你徒弟上天了。这就是新世界。
没想到你这么懂事。本座倒也不是巧取豪夺之辈。你这控火之术虽说是小道，但也颇为有趣。我可以拿一些功法和丹药与你交换，你可要想好想要什么。 前辈，请喝茶。前辈若还满意，那小老儿斗胆，想讨点儿突破瓶颈的丹药，还请前辈成全。我这有2瓶黄龙丹，益处是什么？你知道的。拿去吧。你当真和那2人不是同伙？那2人？哪2人啊？既然是这样，本座呢还有一事相托。你要是能完成，我灵手山是不会亏待于你的。哦，哎呀，原来是灵寿山的前辈呀！前辈但有所托，小老儿岂敢不从啊？只是小道自问，这小老儿的本领低微，怕耽误了您的大计。倒也不是什么大忌。你的那位高土小王爷，还有王府的王管事，本座怀疑他们与魔道有染。你可为本座监视一二，可愿意啊？此物是不错的防御法器，你先拿着，事成之后还有奖赏。小老儿定不辱使命。咱身上这血咒一天不结，咱就是继续得给人家卖命。说这有啥用？有这时间不是多抓几个回来？抓？你当这是抓耗子了？他今天要3个，明儿要5个的。老道这些三宿，这早就跑了一大半了。要这么下去，二哥，干脆你给我们也一起逮去完了，是不是？四哥，你再说一句，你再说一句，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？不要听四哥胡说八道。3姐的事儿，大家都不好受。我想写一封信啊，交给清虚门的那个大仙呐。如果他们肯出手帮忙，那这个事情可能……七派，大哥，别说现在七派正跟魔道打仗，就算是太平盛世，他啥时候管过咱3教的走啊？3位我是一定要救的，恁几个不去，我自己去。二哥，大哥，3妹可是跟咱一起长大嘞。3妹是一定要救的，但不是现在，我更不能让你自己去救。大哥，依我看，七派现在节节败退，自顾不暇，还不如加入黑撒教，更安稳。他是凡人，对，就是凡人。怎么了？我年纪是不大，但我也不是3岁小孩了。你要是想糊弄，也不应该找一个凡人来敷衍我吧？你虽然是个修仙者，现在呢，不过是炼气期5层的修为。无论是在我面前，
还是在那些坏人面前，都和凡人一样，又何必瞧不起凡人？当然了，你的家事本就与我无关，你要走，我更不会拦你。这位莫姑娘是我的故交，她和王府的管事有些渊源，已经冒险暗地里探查了很久了。你别瞧不起她，她很厉害的。哼。你家这迎香丸真好，我带我姐姐也来买了。谢谢啊，下次来给你们两个都打折。好嘞。积雪浮香。韩大哥，莫姑娘，你这医馆还真是气派。这胭脂水粉怎么卖的比药还好啊？韩大哥，你就莫要取笑我了，还不是你之前教我做的那个什么迎香丸？京城的夫人小姐们最好此物了，总是求着我给他们多做一些。这一来二去的，便也都不像个医馆了。不过，我倒是也因此获得了一些探听消息的门路。韩大哥，你的性子我知道，让你和那些人交往，确实为难了。从今天起呢，到事情结束前，莫姑娘千万不要靠近那王管事。之前探查的任何痕迹，也尽快消除才是。韩大哥，你放心，彩环知道其中厉害。我此次只是去探寻那些失踪修士的去向，不会再动刺杀那人的念头了。此前先王府的几处别院前前后后进了不少物资，都是王管事经办的。虽然他们做得很隐蔽，每次也都分得很散，不过我在王府内外有不少熟络的人。七拼八凑的，也查了个大概。我怀疑，那些被抓走的修士，大概就被藏在那么几个地方。韩大哥，你等我一下。韩大哥，你看，这里是城东。商铺林立，太热闹了，是不适合官人的。城西靠近皇宫，有官兵驻守，行动不便，也不太行。是。这，我觉得应该都去看一下。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来说说你的看法。先前李家的哥哥失踪，就是在南城这处据点附近，而且赵姐姐也是，都是在回城的途中失去了音讯，都是在南门，所以。我觉得这几个地方都要查一下。你这个小妹妹，居然知道这么多，你可真厉害。哼，某人说的对，你这个姐姐确实挺厉害的。翠儿姑娘，咱们进去说吧，走，走吧。他俩还挺投缘，这我就不担心了。开这样一间医馆，也曾经是我的梦想。唉，这凡人的小日子也挺惬意啊。韩大哥，这个是你要的胭脂。多谢，需要多少银两？我让秦贵送过来。咱们提什么银两啊？多见外啊！
不过，这个是女儿家的东西，你是要送给上次见面的轩儿姑娘吗？啊？莫姑娘误会了，这个是我帮一位同门师姐买的，她就喜欢这些。这个钟师姐害我好惨啊！我以后再也不帮他们买东西了。韩大哥，你的师姐师妹还真是不少。喂，你们快过来看啊！这个草药好好看啊！这孩子天赋不错，可惜涉世未深。若是不管，我总担心他会闹出一些事儿来。这次我还要调查一番。翠儿，可能要托付给你照顾一下了。好啊。韩大哥，你的心意，彩环都明白。你说是让我去照顾他，实际上是想他来保护我吧？你放心吧，彩环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当然了，也会看好翠儿妹妹，让她别去给你添乱。这张符，你先收下，随身携带，危急时刻会自动揭发，保你一命。哦，希望你们永远都用不上它。走了。韩大哥，还能再见到你吗？他走了。哦，太好了！7月初7，化刀雾100人整编小队于燕梁山遭遇伏击，死伤过半。打了几年，就没有一丁点好消息吗？婉儿，师姐，你不是去天都国求援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前线发生什么大事了吗？是好事，前线发来捷报，灵寿山和天血堡打了大胜仗，汉长老带队，一举围困了玉灵宗1至上百人的筑基部队，并杀了2个魔道结丹修士。可是，之前我们的人不是查到汉长老与魔道交往密切，甚至还有书信来往，会不会有往来不假？不过是汉长老假意投敌，为了取得魔道的信任。要不是提前掌握了玉灵宗的行进路线，也不会有这次的出奇制胜。可是我总觉得不对劲。灵寿山既然能骗魔道，那怎么就不能反过头来骗我们呢？婉儿，慎重一点是好事。不过此战一定不假，多少弟子亲眼目睹，还有结丹修士在此战中陨落。就算魔道和灵寿山真的有勾结，也不会拿结丹修士的命去做戏。哎呀，这真是久旱逢甘霖啊！啊，跟这帮魔道贼子斗了这么久，终于有点好消息了。哼，挺好。等这战事平息了，我一定要向汉长老请教一番。这些日子我心情低落，指挥战士，全都仰仗你。都怪我，
拖累了金国园的战士。师姐，还没有轩儿的消息啊？那魔头行踪不定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把轩儿藏到哪儿去。无妨，过几日清虚门与灵寿山就会来跟我们会合。等大部队集结，我多派些人手，扩大搜索范围，肯定能找得到。鬼灵门王禅，求见云路老祖，烦请通报。王家那小子来了，怎么是来求药的？你这年纪轻轻的，身体不行了，还是替你老爹求的？前辈您说笑了，晚辈才得一稀罕物，以为与老祖有些渊源，特地登门拜访。稀罕物？拿出来瞧瞧。前辈，请看。鬼灵门王禅拜谢云路老祖。太像了。你母亲，她可还好？我母亲，一晃眼，都这么大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董轩儿。还是这样别扭。师父，师父是正道人士，怎么会与你们魔道为伍？正道、魔道，是谁教给你这么陈腐的说法？所谓七大派，本就是六宗的分支。几百年前，趁着正道盟和草原人进犯，才分裂出去，谋求自立。说的冠冕堂皇，不过就是一群沽名钓誉之辈。前辈说的这些，晚辈未曾听过。云路老祖何等人物，又何须欺骗于你？这偃月宗本就脱胎于合欢宗，这灵寿山也是出自玉灵祖，眼下燕家堡也回归我鬼灵门，这七派就快要散架了。真的吗？看来，我这做父亲的，是时候给你重新上上课了。父亲，老虎的子嗣，又怎能与牛羊为伍？轩儿，从今日往后，你就是我的亲传弟子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准再修什么黄风谷的功法了。你这天生媚体，就该修炼我合欢宗无上法门。我早跟你说了吧，你应该谢谢我，还不快赶紧认亲，来世。
原来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，我竟然从来都不知道。贺喜老祖，今日终于与轩儿师妹团聚了。本座会记上你鬼灵门这份大人情。不过，你与轩儿怎会相逢？你将她带来此地，她母亲难道没有阻拦吗？母亲？难道是洪福师傅？她是我的母亲吗？回老祖，我与轩儿师妹初次见面是在燕家堡，当时晚辈便看出她身负传承。话说这黄风谷也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竟安排男女弟子共同失恋，分明就是有意撮合啊！看到轩儿师妹当时芳心大乱的样子，你可真要小心啊，莫要让那卑劣之人哄了去，乱了道心。你别胡说！哦，还有这等事？那人名叫什么？区区贱名，不值一提。厉飞羽。当然，若不是老祖有此一问，这个名字可不配出现在老祖的耳边啊！你才不配！我就配，我就配。大哥，有在这快在这选择吧！大哥，大哥！要钱是我来救你。傻妞，你爷爷我搁这儿呢。来呀！被他逃了。
大哥，大哥，二哥，三姐，你快瞅瞅我这状态不对，快不行了，这小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快不行了，看着小仙师，你看小伙，哎。小仙师，五妹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应该是被人骗了，吃了不该吃的东西。我这丹药可以保他一命，但这手臂恐怕是保不住了。啊？五妹，这小五，小五，小仙师，五妹。他犯了大错，本该是必死。感谢小仙师，不杀之恩，感谢小仙师。他打小叛逆，但我知道你们5人都不是恶徒。啊！这是。给他，拿着吧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啊！我的！我说怎么老远闻到一股废物的味道？我说蛮牛，你是被谁修理成了这样？事态紧急，我有要事要向主人禀报，要开门。这回可幸了，小点声，我们有救了。别说了。这黑煞教教主真的是藏在大内之中。小吴，你睁开眼看看自个，小吴，你没事吧？没。既然自尽了，这是什么？玄阴诀初探。参见主人，属下有如使命，城外分舵，王护法、小王爷皆落入敌手，请主人责罚。无需自责，能把你伤成这样，想必也并非是泛泛之辈。我料想。也是平日子里那2人太过招摇，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吧？主人明察，此人实力非同小可，我都使了妖化秘法，都没讨到便宜。主人，依属下之见，此人实力约莫在筑基中期上下。顺着那些散修跟王护法的线索去查，总能查到那个人的根脚。届时，便将他擒下，给主人血祭练功。本座不日即将出关，如果你们现在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，必将引起7派与6宗的关注。稍待些时，
本座出关，必有大成。到时，我等不会畏惧任何人。贺谢主人，我等性命荣辱皆系于主人一身，属下这就召集约束教众，加强防备，绝不让此人打扰分毫。你等都下去吧。属下告退。铁罗，你留一下，待本座替你疗伤。谢主任。麻烦你们，小仙师，把他们埋了吧。是，小仙师。小仙师，这是从那些妖人身上搜取出来的财物与灵石，迅速奉上给小仙师。你们这次出力很多，但之后实在艰险，不是你们能应付的。这些就当是我的鉴别礼了。鉴别？不是小仙师，我们做错啥事了？你要丢下我们呀？不瞒你说，这些日子跟着你一道行侠仗义，铲除邪教毒瘤，这是我自修仙以来干的最快乐的事了。是。小仙师，别丢下咱。是啊，小仙师，俺蒙山我60岁讲义气了，你这是不要俺了，你带上俺中不中？俺跟着你。如今，黑煞教虽失了羽翼，但元气仍在。你们现在已经暴露了，再在京城久居，就不怕丢了性命。不怕呀！不怕也不行，都回去吧。小仙师，自即日起，俺蒙山无忧愿拜在小仙师门下，道上国安，万死不辞。什么万死不万死的？你们呀，都好好活着，长命百岁。他这是不带咱了。他走了。哎呀，这个传音符你拿着，有什么事情传音给我。弟子在京中偶然发现一修行诡异功法的组织，其名曰黑煞教，爪牙遍布京中上下。兴王府内亦设有据点，弟子唯恐王宫之中也惨遭渗透。前线交战正酣，若其趁乱起事，滋扰后方，越国上下将不得安宁。此教一日不出，弟子心不得安，还望师父早派强援，根除祸患。师姐，你说说，我那几个弟子没一个省心的，尤其是那个韩立，你看平时挺稳重的，关键时候最不安生。我让他去京城，结果呢，他给我挖出一个邪教来。什么邪教？估计就是趁咱们兵荒马乱壮大起来的。现在前线乱成一团，让这些孩子走得远些，说不定反而是好事。嗯，对，师姐你说的对。回头我就把刘静、武炫、宋萌、魏娘他们打发走，保存些实力吧。行，就这么着。这个韩立呀，真不消停。修行了这么久，还打喷嚏，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不行，不能再让其他的事情耽误了。修炼，修炼，修炼。如今主修的清源剑诀已突破至第6层，等解决秦府的麻烦，再配合上小绿瓶配制的灵药，就尝试突破筑基后期吧。散功，怎么又有散功的迹象了？这三转重元功上说，
每当修炼到千元剑诀第6层，应该散功重修3次。像我这样的伪灵根资质，只有这样反复的压缩真元，才能多一丝突破结丹的可能。不过散功一事，未免太过疯狂。这秘籍看起来也不像是全本啊。那妖化秘法能令修为暴涨，想必隐患也是极大的。那些人练完之后，好像都变得疯疯癫癫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受那诡异的血气影响。血凝五行丹可以突破结丹边界，怪不得黑煞教教主估计练的就是此法。不过要像那铁罗一样变成半人半兽的模样，还是算了。看来是暴露了，纵过赶来。韩公子，公子，有您的朋友登门拜访。我的朋友？公子，认识他们吗？不认识的话，小人把他们打出去。行。嗨！3个、4个、6个、7姐姐，行。师兄师姐，此番来援，旅途劳顿，韩立感激不尽。师弟，你怎么神神秘秘的？还特地在信中嘱咐我们不要暴露黄风谷的身份。我们装的怎样？像不像普通凡人？紧赶慢赶，可算是赶上上元灯会了。你来这京城也有些时日了，可去了墨香居？听说京城的牡丹花是一绝，你可见过？哎，京城可有武林高手切磋？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？赶紧跟我们讲讲。哎，韩师弟是奉师傅之命来除魔卫道的，这等凡人之间的戏言，以后还是少说为妙。哦，对了，韩师弟，传说中所说的邪教是怎么回事？三师兄明鉴，此教名为黑煞教，常年盘踞在京城，拉拢全国散修入教，实则是用血祭之法残害同道性命，稀释公理。岂有此理！这等血祭害人的邪徒，人人得而诛之。门内熊囊是干嘛使的？这等大事，居然毫不知情。韩师弟，你所说的可有真凭实据？我等修仙之人不得干涉世俗王朝，本就是门内铁律。说是仅凭臆断就肆意妄为，长老们听了，恐怕不会太高兴。依我看，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。七派忙着与魔道交战，根本无暇顾及其他。再加上被害之人大多是散修，无门无派，七派关注不到，自然无力干涉。根据我收集的消息，这黑煞教共有4个筑基期的玄师侍卫，还有1个教主正在闭关。如今我们几个联手，尚可一敌。但若放任那教主破关，恐怕这邪教就真成气候了。